普京深夜难眠，俄战机坠毁莫斯科。俄两大炼油厂遇袭停运，一天蒸发千万美元。北约担忧乌军炸得太猛，把油价炸涨。乌军新导弹直指莫斯科，俄高官急了，斥巨资回购土耳其 S-400。俄军在线管道战被捉107人。俄军王牌惨遭3次合围，上千人雪崩式投降。特朗普前脚帮忙洗白，普京后脚派无人机入侵罗马尼亚。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这几天普京可能失眠了。最新消息显示，莫斯科周围已连续3天出事。外事新闻报道称，夜间4点左右，俄军一架苏35，也可能是苏30战机，飞着飞着就和库宾卡机场地面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当场爆炸解体。乌方消息人士透露，该战机飞行员是个老兵，拥有俄空军上校军衔，目前生命垂危，正在被抢救。而事故原因，据推测，可能是由于无人机的警报导致。截至目前，俄方对此还未发表回应声明，但这几天乌克兰确实向莫斯科一带发射了密集的无人机群，空袭还一度导致150公里外的卡卢加机场关闭。因此，随着乌军对俄境内打击的升级，莫斯科遭到越来越多的空袭，并不让人意外。再来看看乌军稍早对列宁格勒的普里莫斯克海港的袭击后续，目前当地证实船舶和抽油站均遭到了袭击，但俄方可能因为损失过大，并没有披露具体的遇袭细节。只是声称一夜之间在13个地区击落了221架乌军无人机。据悉，遇袭的普里莫斯克海港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最大的石油装卸港。流出的视频显示，袭击导致其爆发大规模的火灾，且已暂停了运营。有消息称，俄军的2艘油轮库斯托号和彩云号都在攻击中受损严重。他们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该港也是俄石油出口的一大关键枢纽。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俄第2大、年加工能力超2000万吨的列宁格勒州基里希炼油厂，以及年炼油产量750万吨、距边境1400公里的新乌法炼油厂。在遭到袭击后，2个炼油厂均已被迫停止运营。初步估计，这将导致俄罗斯政府的预算收入每天减少4100万美元。显而易见，乌克兰已经找到了俄军战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上述能源工厂的遇袭将给俄罗斯的能源乃至战争资源都带来不可逆的影响。话说回来，俄影子舰队本来就是莫斯科用来规避欧美制裁的产物，但影子的作用正在失效，遭到打压。这其中力度最大的就是英国。据路透社的分析，伦敦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涉及27家公司和70艘油轮。说一句尽全力封堵莫斯科战争供给都不为过。乌军的针对打击和欧美制裁同步展开，且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彭博社指出，乌军对俄能源工业的打击并没有获得欧美的支持，这可能会导致乌克兰与欧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如果乌军打击行动继续下去，可能会造成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在火力军发表意见之前，大家对此事是什么看法？支持乌克兰打击俄能源工业吗？对彭博社担忧，火力军说一下自己的浅见。首先，欧美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乌军对俄能源工业的打击，但也没有反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是强烈反对的。但这2国的反对既没有获得美国或欧盟的支持，也没有被乌克兰顾及，因此火力军认为欧美实际上是默许甚至暗中鼓励乌军打击俄能源工业的，因为这能迫使普京接受和平谈判。当然了，对欧美而言还有一些好处，如特朗普奉行的是美国优先政策，因此不管是要求欧盟对购买俄石油的国家征收100%关税，还是要求欧盟在2027年底前彻底停止进口俄能源，都体现了这一点。因此，要是没了俄能源，美能源就能多获得一份市场份额。至于彭博社担忧的俄能源工业遭重创，会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问题，多少有些杞人忧天了。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国，沙特等国的产能则被人为抑制。在考虑全球经济疲软带来的能源需求下降，俄能源出口大幅下降，甚至被完全停止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反而是对其他能源出口国是利好消息。说句不好听的，或许有很多能源出口国现在正期盼乌克兰彻底锁死俄能源出口的阀门呢。回到俄乌战场上，再插播一条俄军官阵亡消息。经过核实，俄陆军中校哈沙别科夫已在乌军对俄第35集团军指挥所打击中丧生，其葬礼于9月13日举行。其次，面对乌军无人机的针对袭击，俄罗斯难以应对。最新消息显示，俄军打算斥巨资回购土耳其的 S-400进行防御，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面对乌军的持续性能源打击，俄罗斯肯定是进行了反制的，但从现有的公开报道来看，效果只能说不佳。如外交方面的努力，或许似乎俄罗斯信奉上个世纪的秘密外交援助，
至少火力军是没有看到俄罗斯就乌军打击俄能源工业进行过什么强有力的外交斡旋，顶多是举行一些威慑行动，如俄白西方2025联合军演，又或是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和其他邻国空域等。但这种威慑更多被解读为俄罗斯对北约底线的试探，并没有与乌军打击俄能源工业联系起来。既然外交无果的话，那克里姆林宫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通过武力阻止乌军打击俄能源工业，只是效果同样不佳。尽管俄国防部不断宣称远程精准打击了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工厂、发射基地等，但这些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证实，尤其是没有关键的卫星照片等视觉证据。乌克兰战报、北约媒体新闻中也很少有看到，完全是俄方自己口嗨。要知道，乌克兰可不像俄罗斯，其空军基地乌克兰政府大楼遭受重大损失后，乌方通常会主动承认，而且乌克兰媒体和北约媒体也不像俄媒一样被下令禁止报道预袭信息。打击源头的方法不行，那俄军就只剩下被动拦截了。可惜的是，对俄罗斯来说，这方面同样没有好消息。如俄军事博主就主动承认，乌空袭正变得越来越有效。在对俄境内和空区的空袭中，乌军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突防能力更强的喷气动力无人机，甚至为此还发展出了一套有效战术，即乌军先用突防能力低、廉价的活塞动力无人机消耗俄军防空系统，紧接着发射美制 MLD 空射诱饵模拟巡航导弹，吸引俄军防空网注意力，最后再动真格的发射喷气动力无人机进行精准打击。这套战术在对付前线俄空军目标时有其有效。如有消息显示，克里米亚俄军的防空网因多次袭击已遭受严重破坏。如今不仅乌军无人机频繁在克里米亚上空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乌克兰空军更是放话称，乌军战斗机将再次出现在克里米亚上空。看到这儿，相信大伙也都明白，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就是领土过于广袤，且缺乏足够的监视雷达和防空系统。再加上乌军有目标的攻击俄罗斯雷达监视网，结果就是导致俄防空网到处都是漏洞。所以相比巡航导弹和防空导弹来说，突防能力更弱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包括一些由运动飞机改装而来的大型无人机，才能够屡屡偷袭成功。因为俄罗斯雷达监视网根本发现不了这些穿越漏洞的低飞行目标，而俄罗斯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尽办法修补这些防空漏洞。但问题在于，即便是得到了巨额资金支持，也无法像制造香肠那样大量生产防空系统。毕竟防空系统的价格和复杂性远超巡航导弹，这样的现实迫使俄罗斯不得不想一些其他办法，而回购 S-400就是方法之一。据 Nevs 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在与土耳其接洽，宣称有其他国家希望购买 S-400防空系统，但俄罗斯目前产能不足，希望回购已经出售给土耳其但被封存的 S-400防空系统，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截至目前，这个消息虽然尚未得到官方证实，这个神秘的其他国家到底是谁也不清楚。但鉴于 S-400防空系统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包括屡屡被乌军击毁，火力军很难相信还有哪个其他国家愿意耗巨资购买 S-400，明显是俄罗斯自己回购找的借口。毕竟乌军无人机已经搅得俄罗斯焦头烂额，而近期乌克兰更是公开亮出了可以打到莫斯科的导弹，包括火烈鸟和正在研发中的弹道导弹等，这让克里姆林宫工作的俄高官寝食难安，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提高防御，保护自己的小命。好了，我们说回前线战场，乌军红军村行动成功策应了其他战线，俄军故技重施，开始进行管道战。苏梅方向 ABC 新闻援引泽连斯基的话表示，俄军对苏梅的进攻行动已被乌军彻底挫败。尽管边境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但由于损失太大，俄军已整体丧失了对该方向的进攻能力。截至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评论，但从前线的战事看，俄军对苏梅的进攻确实在不断减弱，至今也没有确定重大突破。报道称，数月前俄军突然对苏梅和第聂伯罗等地展开行动，企图开辟新的战线，但这一举动的战略效果并不成功。随着前期的攻势被阻止，俄军进攻频率急剧下降。现在泽连斯基官宣，俄方在苏梅的攻势被击溃，显然是受到了红军村战事的影响。因为不久前，俄军指挥部已被迫从苏梅向顿巴斯地区调去了4个旅，乌军则秉持继续吸引火力原则，在中途进行了阻击。如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就突袭了俄军车队，同时还和其他部队游击武装一起对俄后勤基地和人员装备进行了常态化打击，让俄军的战略意图受到重创。库皮扬斯克方向这2天的战斗突然变得更为激烈。Deep State 报道称，为了获得战果，俄军又开始钻天然气管道，企图穿越奥斯基尔河进入该城。据悉，入口点位于佩尔西伊拉曼地区附近。俄军在管道内使用轮式平台及电动滑板车行动，而这条耗时4天的路线，沿途没有休息点与补给储藏处。那俄军成功了吗？截至目前，乌军的防线没有告急的迹象。乌克兰军方还回应 Deep State 称，乌军控制着库皮扬斯克及周边地区，
俄军目前正继续试图向库皮扬斯克北郊集结。至于俄军钻入的管道及出口，目前正由乌军控制。乌总参谋部通报称，目前已清剿了携带轻武器的俄军突击队，共计288人，并抓了107个俘虏。另外，乌方还强调称，市区内的乌军正在开展反渗透行动，同时也对市区周边进行排查。如乌军方通报称，在通往库皮扬斯克路上的拉德基夫卡和霍鲁比夫卡定居点附近，乌军打死了265名掩护进攻的俄军，并在库皮扬斯克市内打死了渗透作战的128名俄军。总之，库皮扬斯克战线安然无恙，无需担心。红星村方向，乌军的反攻正继续进行，多布罗皮蒂亚的俄军正遭遇第3次合围。从9月12日开始，俄军在红星村北部的局势急速恶化，被包围了数百名无法撤退的俄军。截至目前 ，Deep State 地图显示，多布罗皮蒂亚突出部已形成了3大包围圈，俄军紧急向该地区部署了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最精锐部队，试图阻止包围圈的闭合，结果依然徒劳。火力军也是没想到，所谓的俄军精锐败得这么快。短短2周时间，乌军第33和第425突击团在乌军第1突击团、第24和第25突击营以及第79和第82空中突击旅的配合下，完成了对突出部的分割包围。作战的乌军士兵称，这里的局势开始变得像库尔斯克战役一样，俄军无法承受压力，正在大规模放下武器。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的信息源也承认，乌军正在收紧多布罗皮蒂亚、沙克霍夫的口袋。但在俄军的地图上，这个突出部仍是连贯的。话音未落，乌总司令希尔斯基来到了红星村督战，这从侧面验证了乌军的反击。希尔斯基还抵达了交火最为激烈的多布罗皮蒂亚突出部，他表示，尽管这里的形势有所好转，但仍需要持续关注。在此期间，前方作战的乌军指挥官普罗科彭科向希尔斯基汇报了战况，并讨论了新的作战行动。希尔斯基特别强调称，当前该区域指挥官的任务是尽可能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最大杀伤俄军有生力量，并保护己方士兵。顺便说一下，俄军对外宣传的俄军已抵达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郊的消息，火力军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更多的是一场插旗打卡行动。倒是南顿方向，俄军可能已经全面占领了特诺夫据点。同时，在普罗西亚纳方向，俄军跨过沃夫恰河，攻入了伊万尼夫卡。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俄军能否站住脚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乌军则以空军为主，发起新一轮的常态化打击。稍早时候，一架米格29向扎波罗尔的俄军基地投掷2枚 ASM 炸弹。流出的画面显示，基地内的俄军指挥部和弹药仓库被夷为平地。更多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战场之外，普京可能是觉得特朗普不敢把俄罗斯怎样，开始疯狂打脸。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在欧洲各国疯狂谴责俄罗斯，但特朗普却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表示，俄军无人机飞入波兰只是一个错误，言下之意就是北约不要在意，原谅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是不可接受的、危险的，并强调这种事件不应该发生。但话锋一转，卢比奥也认为应该确认是不是俄罗斯故意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截至目前，尽管波兰方面坚称俄罗斯是故意向波兰领空发射的无人机，但特朗普政府还是为俄罗斯辩解。但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好意，普京很不给面子，反手就是一巴掌，俄军无人机又闯入了罗马尼亚。9月13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一架俄军无人机无端闯入罗马尼亚领土约10公里，并在其领空飞行约50分钟。罗马尼亚随后也回应称，俄军无人机入侵了罗马尼亚北部的图尔恰县。罗马尼亚空军紧急起飞2架 F-16战机，跟踪无人机很久，直至无人机从雷达上消失，目前尚无损失报告。但罗马尼亚将此次事件视为对北约主权的直接侵犯。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索尔丹更是称，这是一次危险的升级，并誓言与波兰和乌克兰团结一致。与此同时，北约也正式启动东部哨兵行动，加强了整个东欧的防御。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明确表示，该行动就是针对俄军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的回应。接下来，北约各国将部署更多的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不久前，法国已派出2架阵风战机巡视东欧，现在德国也宣布向波兰东部派遣2架台风战斗机，以协助监视和保护与乌克兰接壤的北约领空。目前看来，北约的防御姿态还算及时，但客观来说，也就止于防守这一步了。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不痛不痒的反应，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来看，可能会让俄罗斯坚信可以将突破北约领空常态化，从而让北约疲于应付，没有更多武器援助乌克兰。同时，俄军入侵北约领空事件也说明北约此前对俄威胁毫无用处。此后，俄军入侵北约事件可能将成为常态，甚至更甚。9月13日，有媒体统计称，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仅在2025年7月，俄军就发射6300架无人机，而1年前的7月仅为426架。
俄罗斯经常在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或通话后立即加强打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的制裁从未到来，从24小时、100天、50天、2周、2周之后的2周，现在特朗普又有新计划了。在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后，特朗普对北约发出了最后通牒。9月13日，特朗普表示，他已经致信所有北约国家，准备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前提是所有北约国家都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同时，特朗普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争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不是他的。如果北约按照他说的做，战争将很快结束。这显然是特朗普对北约发出的最后通牒。特朗普很清楚，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北约国家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土耳其，他们都不可能瞬间终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而特朗普却把制裁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不购买俄罗斯石油捆绑，这是在为难谁？即使是不懂政治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明显是将无法制裁俄罗斯的压力推到欧洲身上，还为自己赢得美誉，让自己有借口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稍早9月1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华盛顿认为与俄罗斯合作是结束战争的可能途径之一，并补充道，特朗普总统认为没有理由在经济上孤立俄罗斯，可见指望特朗普施压制裁俄罗斯是不可能了。特朗普只会施压欧洲放弃，逼迫乌克兰投降，还要为自己赢得美誉。而乌克兰和欧洲很清楚是指望不上特朗普政府的，如今大家都是虚与委蛇，不撕破脸而已。乌克兰依旧通过不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和石油码头等目标方式来制裁俄罗斯，欧洲则是一边援助乌克兰的同时，一边快速推进自己的防务。9月1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负责人卡拉斯表示，任何让乌克兰向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以换取和平的讨论都是陷阱，绝不能落入其中。同时，卡拉斯强调，欧盟的目标应该是确保这场战争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任何收益。他表示，阻止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比让俄罗斯坦克开到欧盟门口更划算。如果乌克兰沦陷，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将面临风险。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已经吸取了历史教训。先前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下令向波多黎各部署10架 F-35战机，借此进行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而路透社最新消息报道称，其摄影师捕捉到了 F-35战机降落波多黎各塞瓦的罗斯福海军基地画面，且基地内有大量美军军备及军事人员。如现场除了 F-35战机外，还有美军陆战队的 CH-53K 直升机、MV-22鱼鹰运输机等空中载具。只是到目前为止，美方并未公布任何相关信息。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军事动态变化需要对外宣布。而就在 F-35高调现身的同时，美联社报道称，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吉尔在上周六的记者会上激烈指控一艘美军驱逐舰12日非法且敌意地登上其一艘载有9名渔民的尾鱼渔船，并滞留船上人员长达8小时。吉尔展示了据称由渔民拍摄的照片，称美军的举动是挑衅，意图为军事升级制造借口。目前，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后续情况变化，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新报欧洲版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人士的话称，拉姆赞·卡德罗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使用尿袋，并且几乎停止了对车臣的管理。虽然此消息目前仍缺乏卡德罗夫官方的证实或否认，但卡德罗夫在6年前就被诊断出患有胰腺坏死。今年2月，医生为其安装了肾造口术，这是一种用于排出肾脏尿液的引流系统。此后，卡德罗夫极少公开露面。8月，车臣电视台播放了卡德罗夫在视察建筑工地和学校时行动缓慢且困难的画面。事实上，整个8月份，这位车臣领导人仅在办公室举行过1次会议和1次座谈会，可见其健康问题。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土耳其会答应俄罗斯的请求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